Oh my gosh! Oh my gosh! 有句话说，人人都可以成为法拉利车主，但不是每位法拉利车主都符合资格获得 Special Series Speciale 的入场券。所以税前约200万马币，税后约450万马币，这个价钱从来都不是重点，特别是对那些已经拥有了3到4台法拉利的车主，因为极具收藏价值的 Speciale 车型只属于极少数符合条件的法拉利车主。从360 Challenge、458 Speciale、488 Pista， 再到今天的296 Speciale。880匹让 Ferrari 296 Speciale 成为史上最强的后驱 Ferrari， 它导入了来自 F1 的防爆震技术。那这具 V6 Twin Turbo 引擎在296 GTB 的基础上再增加37匹，来到700匹，已经接近488 Pista 的720匹。那电动马达也提升了13个 PS， 来到180匹。所以700匹加180匹，一共是880 PS。从0到100 2.8秒，极速超过330 km/h。那重点是呢，它也采用了源自 F8D 的 Titanium Corning Rod 和296 Challenge 的赛道经验，让整组引擎减轻了9公斤，加上车身多处的碳纤维部件跟车厢里面的 Alcantara 轻量化材质和碳纤维座椅等等，让整车减轻了60公斤 ，dry weight 干重来到1410公斤。当然我们都知道，光是加大马力并不能够直接提升车子的赛道圈速，所以296 Speciale 呢，在250 km/h 的时候，下压力达到435公斤，比296 GTB 增加了20%，也新增了中等下压力模式。提升高速的稳定性，因为主动尾翼的切换速度加快了50%。再来296 Speciale 的前方有一个 Aero Damper， 把气流导向引擎盖，再抛上去挡风玻璃，让前轴在高速的时候紧贴地面。车尾的主动式尾翼现在有3段模式，分为低阻力、中段跟全开。悬挂比296 GTB 降低了5个 mm， 侧倾角减少13%， 它的横向加速能力比296 GTB 提高了4%。然后跟296 GTB 最大的不同是296 Speciale 采用了 Multimatic 的单速避震器，也就是跟296 GT3 相同的规格。而在 Qualify 模式，它会自己记住赛道，计算你能够爆发几次的电动冲刺。然后296 Speciale 在 Fiorano 赛道的圈速是1分钟19秒，比296 GTB 快了2秒，仅次于 F8D 和 SF90XX。当然更大的马力需要更强的抓地力，于是他就用了全新的 Michelin Pilot Sport Cup 2轮胎。这一款轮胎吸收了 F8D 的所有技术经验，干地、湿地的抓地力、稳定性跟反应性都比488 Pista 的 Cup 2轮胎有大幅度的升级。Buongiorno, good morning， 大家早上好。那我现在呢，就是在 Pista di Fiorano， 就是法拉利总部的测试赛道 Fiorano Circuit， 准备要开着296 Speciale 出去进行 route test。 我们走的这一条呢，就是法拉利工程师们指定走的路线，就是他们会拿来进行公路测试的这个参考。所以他们帮我们设定了一个128公里的路线，全程大概2个小时37分钟。所以现在系统显示我的 full tank 可以走374公里，纯电还可以行驶24公里。那事不宜迟，我们就离开这个 Fiorano 赛道，准备去进行我们的公路试驾。那现在呢，车子是已经启动，但引擎没有启动。你要引擎启动，你 click 这个 button， 120度的 V6 Hot V 就会苏醒，但是我们不需要，因为我们可以用纯电动行驶来离开这个赛道这样子。那这是我对这个地方蛮熟悉了，因为我已经半年前左右我才在这里试车而已。
它的这个驾驶坐姿是比 base car 啊，就是296 GTB 还要再低。其实296 GTB 已经很低，它还要更低，所以我几乎是 feel 到我的人好像坐在柏油路上面这样子的感觉。然后因为现在我们以纯电动行驶，又搭配20寸的这个接近 slick tires 啦，它是 Michelin Pilot Sport Cup 2的轮胎，所以这种轮胎它粘性很高啊，很 sticky 啊，所以路上的小石子滴滴答答这样子，我相信整段路都会有这个声音不绝于耳这样子啦。你看啊，一般上这种Speciale 车型啊，引擎声浪都会比较大，排气管等等都会经过重新的去设计等等，所以以前我们开 Speciale 车型的时候，你就是很容易惊醒梦中人啊，因为它车子你知道吗？车子就是很大很潮，它不太适合低速慢速的行驶。可是这是我第一次开着 Hybrid 的 Speciale， 那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也就是说呢，它的可能性更大，它具备了更多的可能性。从前你开 Speciale 车型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乒乒乓乓叽里咕隆这样子。那现在你可以开这一个 Speciale 车型，纯电行驶 ，come on， 纯电行驶20多公里。路人经过的时候，只是听到轮胎的声音，或者听到一些风声而已。我现在油门。哇 ，OK， 加速，我只要使出差不多，我觉得那个throttle 啊，可能才 2-3% 啊 ，engine 就来了，你知道吗？所以它是随时随地都在待命，随时随地都在候命的。OK， 所以这个是Città应该是 city 啦，Città di Maranello，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就是 Maranello 的一个 consider 市中心啦，交通圈。其实，在意大利开车的整个步调、步伐等等，我觉得就是大家都相当有礼让精神。好像你开在路上有路人，你就停下来；你过马路，人家也会给你过。这是一个文明、高度文明的社会啦，还蛮享受的。而且在路上，你知道吗？这里是法拉利的家乡，这是一个The hometown of Ferrari， 你知道吗？所以大家看到 Ferrari 都会有那一种亲切感，就是自己家的小孩，自己家的模范生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所以每一次我回到 Maranello 开着法拉利最新的法拉利，我都会有那一种，哇，我真的是开着一个骄傲，你知道吗？我开着一个当地人让世界骄傲的品牌，当地人让世界引以为傲的这个象征，一个跃马。Of course，开着 Speciale 的感觉更加的不同，因为它的含金量，它的稀有度等等都不是一般我们开的 Ferrari 所拥有的东西。所以我相信过了这个 traffic light，我们就要离开这个 Città di Maranello 呀。Alright， 现在我们已经离开了 Maranello 的市区，进入这个乡间小路。意大利北部的乡间小路的这个路面状况都会有很多的坑，都会有很多的裂缝等等，所以对于开这一个 Speciale 那个感觉是非常的特别。那首先你的时速只要一超过50啊，首先轮胎声是肯定不用讲了的啦，你知道吗？一个 Cup 2 tires。然后呢，因为车子的这个 aerodynamic downforces everything， 所以那个进气的声音非常的明显。那个 intake， 你听到所有空气，你觉得自己被气流包围着，懂吗？它的车头，它的这个 front bumper 底部，它的 cooling system 等等，因为它的这个 brake 是必须要承受更大的马力。你可以在不启动引擎的情况下，用180 PS 的电动马达驱动车子，纯电动行驶。我现在开着一个纯电动的 Ferrari 296 Speciale， 你看，我觉得这是怎么讲？对观众来讲是很好的体验，因为你可以在没有引擎声浪的这个掩盖下去感受到车子的跳动。Of course， 如果你真的觉得说，你知道吗 ？EV come on 啦，为什么我要开 EV Ferrari？ 你只要轻，你的油门只要细给，
我记得我第一次开着 PHEV 啊，我第一次开着可以纯电动行驶的 Ferrari 就是SF90 Stradale。但是 SF Stradale 它是一个 4.0 升V8 Twin Turbo， 所以每一次它的那个 V8 引擎睡醒的时候，你会 feel 到好像五雷轰顶这样子，轰。可是我觉得这个 3.0 升 V6 配上 Hybrid 真的是一流，你知道吗？它就是很 smooth 啊，它很丝滑，你看啊。它那个从纯电到纯油的那个 spectrum 啊，就是以前你开着，你知道吗？488 GTB、488 B-Star， 你觉得 ground floor 就是 ground floor 它没有 basement 了。现在这个车有 basement 啊，它有 B1、B2、B3、B4， 你还可以再下。哇，好美哦！哇，我上一次来的时候是4月多，应该还在春天。所以现在已经是10月初秋天了，所以因为这边是 Balsamico Vinegar， 就是他们用葡萄来酿的那个醋 ，Balsamico Vinegar 就是巴萨米克醋的发源地就是在 Emilia Romagna， 所以这个金黄色的葡萄园整个美景，而且现在今天的天气非常的好，天空非常的作美，哇，如诗如画，你懂吗？开着一个，就是你知道吗？有时候你在欧洲。德国也好，意大利也好，你在这样子的地方啊，你看着一个老太太在过马路，然后你开着一个震耳欲聋的引擎声浪 ，you feel guilty， 有没有？你觉得，哎呀，好像很排泄，这样我好像划破空气中的宁静。看我呢，我现在开着一个880个 PS， 就是总输出880个 PS 的法拉利，然后我不会惊醒到任何人，我不会嘎叫到任何人。I mean， 我觉得 this is something unique， is something amazing。看这一个安迪准备要上班，准备要去拿车工作，静悄悄的，不打扰到任何人。你看，哇，我很享受这种，我有880P， 不过我可以关掉引擎。你看，要睡觉的要睡觉，做早餐的做早餐，你根本不知道有一台296 Speciale 经过你身边。Stealth mode 啊，你可以隐身，你可以隐藏，所以当你按耐不住，当你已经怎么讲，你已经决定要让世人知道你的存在，你已经要横空出世的时候，你就 click 下这个 button， 哇，那个 bandwidth， 哇！Here comes the best part， 我们现在要进入可以体现296 Speciale driving through 的一条山路。那用我们的说法叫做9拐18弯，我们的5輪發夾彎 ，something like that 啦。那我记得那时候在疫情之后不久，我有机会在这个西班牙南部，就是塞维利亚开着296 GTB， 我记得很清楚，我开了超过3个小时，你知道吗？这样子的路，你可以看回去那支 video， 你看那个倒shift， 所以你会被这种 contrast 给吸引，就是它能文能武 ，OK， 很多法拉利 GT 都能够做到能文能武，但是它的能文真的是好像你知道吗？一个博士，一个高材生这样子，他的武好像武状元这样子。就是我记得我在试驾第一款法拉利的量产公路 V6 的296 GTB 的时候，那一个年代大家都还在对 V6 这个东西耿耿于怀啊。看完了 Ferrari V10 ，I mean V12 V8 到 V6， 有点离经叛道或者有点违背祖训的感觉。可是经过了1年、2年、3年，现在法拉利的 F8D 也是用这 3.0 升的 V6 Twin Turbo， 法拉利参加的 WEC 赛事也是用这 V6， 然后法拉利的296 GT3 296的这个 Challenge。even 到在更早的 Formula One 都是用这 V6， 排量不同，不过理论上是一样的，都是6个气缸去征战各大赛事。所以 Speciale 呢，作为应该是 F8D 之下
动力最强劲、最彪悍的 V6 车型，它是一个接近 race car 的 street car。Go！ Oh my gosh. Okay, so now E-mode.纯电动模式。Lane departure warning. 开这一个 Speciale 车型有 Lane departure warning。哇，那个方向盘。妈妈咪呀！我现在在E-magnetic mode， 也就是讲，无论我怎样大力的踩油门，它的引擎都不会 kick in。纯电模式，当然这后驱啊，它不像SF90 Stradale 这样子，当你进入纯电的时候，它是一个 front wheel drive 的 front motor driven 的 Ferrari。每次我看到 296 Speciale 的时候，我就是有这种感觉，我可以，但是我不需要。I can, but I don't have to， 就是这种精神，这种 DNA， 懂吗？我记得在试驾296 GTB 的时候，我问法拉利的工程师啦，我最好奇的就是，因为法拉利不喜欢去模仿声浪，他不喜欢去 create fake sounds，you know， 为了噪音排放法规，去在你的 speakers 里面去放一个假的声音或者一个 enhancer。那引擎声浪方面呢，这一次法拉利就用上了源自声乐制造业的 3D Acoustic Simulation 三维声学模拟技术，导管的数量是296 GTB 的2倍，而且每个位置都重新的配置。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为几条章鱼的触手伸进去引擎里面，把声音抓出来，让驾驶舱里面听到的不只是声浪，而是一场现场的演奏会。当然啊，这一个 3.0L V6 的引擎声浪并不能够跟从前传统的 V8 引擎相提并论，因为它不只是强调大声，而是强调一种高频率的震动感。而这种高频率的震动感，有时候你很难透过耳机或者是手机的扬声器来感受到，真的需要坐在驾驶舱里面，在赛道里面才能够感受到它每1秒钟的心跳跟脉搏。就是把让引擎的声音更加直接的传到驾驶者的后脑勺这个位置 ，OK， 就是它 create 那个 vibration， 让你更加能够去预测到你的 RPM， 你的引擎转速上下这样子，所以你听到你感受到的声音是296 GTB 的 double。我记得每一次在驾 Ferrari 的 VX 车型啊，even 是 FX Tributo， 我们都一直去强调它是一个 is almost zero turbo lag 的 Ferrari 的双涡轮增压可以做到接近没有 turbo lag 的情况，但是 Ferrari 用的是 dual clutch transmission 双离合器变速箱，所以如果你熟悉 mechanical， 你熟悉机械构造的话，你就会知道，即便是在没有涡轮迟滞，你还是有涡轮迟滞，因为它是没有办法，它就是好像人家讲你开风扇啊，转速再快的风扇，在你开风扇那一刻，你还是要等，你不是一开它就转了，你懂吗？它有一个那个东西，这个没有了，为什么？因为它有电动马达，它有一个 7.45 kWh 的电池，透过这个在引擎跟变速箱中间一片好像 pancake 这样子的电动马达，去让它无缝接轨，所以。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我认识或者我身边我知道的488 Pista 的车主，基本上都很少开他们的488 Pista， 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有可能12气缸的车型，或者有 base car，let's say 它有488 GTB， 然后它才有488 Pista 之类的，所以488 Pista 对他们来讲，它是一个 collection 呀。Make sense 啊？这么贵的车，不做 collection 拿来 daily use 咩？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吗？能够在公路上面，在意大利，在它的 motherland， 在它的 hometown， 在它的甘蹦去试驾296 Speciale 呢，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体验。因为工程师就是开着这一条路，每一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这边研发。从我们最早知道的可能360 Challenge， 430 Scuderia， 458 Speciale。OK， 488 Pista， 再到这个296 Speciale。Alright，
中场休息。那我们现在就驾到了这个photo shooting spot 啦。那一般上在试驾原厂都会安排一个地方让我们来这边，帮我们拍一些素材，像是照片或者是影片等等，会卡赌卡会 follow 这样子啦。所以通常我们都会在这边集合，然后就排队的让摄影师或者是这个 videographer 帮我们去拍一些 footage 这样子。所以现在这个地方海拔应该是蛮高的啦。所以我们这一次试驾的车全部都是单一配色，就是 Verde Nürburgring， 就是它的 Hello Color， 然后那个296 Speciale Aprieta 那个才会用 Rosodino 的颜色呀。只是差别是我们之前 review 的时候它是 Carbon Fiber Wheels， 那我们上路试驾的这个是 Forged Wheel 锻造轮圈，所以现在就大家就排队出去试驾，就跟着这个摄影大哥 ，OK， 所以我就讲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摄影车，因为它的那个照后镜可以打开，太棒了。Alright， 油电混合 ，Maximum Output 880匹的296 Speciale， 我们现在就在 Fiorano Circuit 去找到它的 limit， 找到我的 limit 啦 ，Go！ Oh my god！ 296 Speciale 呢，就在296 GTB 的基础上去加强了，有5个方面去加强。你看雷达图可以知道。最重要是它的 lateral， 也就是纵向移动跟横向移动。你看，车子更加的从从容容、游刃有余。Brake， 不要小看这个轻了60公斤啊！在蹬印的时候，车子完全没有难度。哇！好 ，brake。corner， 哇，那个重心转移。OK，let's go。Brake。我记得6年前我看这个488 Pista 的 video 的时候，就有讲到，哇，那个时候6年前讲720匹输往后轮。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多马力吗 ？OK， 像我影片开头讲的，我有，但是我不一定要用到。但是我要用到的时候，我拿得出来。296 Speciale 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I can， doesn't mean I have to，right？ 喜欢我的影片，记得 follow Instagram account，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3、2、1 cut。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今天这一集的 Ferrari 296 Speciale 的试驾影片。那这次当然非常高兴能够回到来 Maranello， 在公路和赛道上去测试这台车子的极限，就是我讲的从底层试到它的顶层，因为这个车子有880匹，当然是 3.0L V6 Twin Turbo 就能够 generate 700匹。一个 V6 啊，已经能够超过 V8 以前能够做到的事情，所以是非常精湛、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作品。那我上一次在 Pista di Fiorano 的时候，我就连续试驾了296 GTB 跟 SF90 Stradale。那我觉得296 Speciale 就刚好的缩小了那个 gap， 因为它的 Fiorano 的 lap time 跟 SF90 Stradale 一样。你要知道啊，一个880匹的车子能够做到1000多匹4轮驱动的车子的这个成绩是相当了不起的，可见工程师对它的这个 elastic setup， 它的这个 lateral 纵向移动、横向移动做了非常多的这个调教，所以我真的是可以感觉到这个车子的每一处神经都拉到很紧、很 tense、很紧绷，但它同时很专注，你怎么摆、怎么用、你怎么甩它，然后你要向前、向后等等，它的左右前后移动的东西全部都是分寸全部掌握的非常的好，
所以我觉得296 Speciale 真的是一台能文能武。我今天在公路开了128公里，然后你看画面，我开的路都不是容易开的路啊，都是很刁钻的小路。无论在这么刁钻的乡间小路 B Road、Country Road， 还是在这么极具挑战性的 Pista di Fiorano， 它可以完成每一个任务。所以真的是非常高兴大家收看今天这集的 Ferrari 296 Speciale， 因为我从296 GTB 在西班牙南部的试驾，然后过后再到296 Speciale 的这个发布会，再到今天能够在 Pista di Fiorano 跟在 Maranello 试驾这台车子，真的是感到无比的开心。所以喜欢我的影片，记得 follow Instagram， 看到 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 我是戴主义，我们下期影片见。